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YouTube 今年做出了一个举措，其实这里面是暗藏很多的玄机的。只要 YouTube 把资金投入到了一些事情里面，你就要开始注意了，因为它会积极的推广使用这些工具的内容创造者他们的内容。如果想要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，你想让 YouTube 频道更快速的成长，一定要仔细看完这期影片。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，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你也别忘了去领取这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里面涵盖了非常多经营频道的技巧还有策略。之前我有制作过一部影片，里面有讲到短视频内容正在慢慢的走向消亡 ，YouTube Shorts、Instagram Reels、TikTok 都存在这样的问题，这些内容没有办法带来足够的盈利，所以 YouTube 正在把很多的资金投入到一个特别领域里面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播客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播客又长又无聊，但是有数据显示，播客是一个正在崛起的领域。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 MrBeast 那样的影片风格的，节奏非常快，画面里面不断出现各种元素。播客拥有着巨大的需求，这是一种超长的内容形式，并且 YouTube 想要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播客平台。有很多 YouTuber 已经注意到了对播客内容的推动，并且开始利用它。根据 Social Blade 的数据，像 Logan Paul 他的 Impulsive 播客，他每个月的播放量大约有1000万次左右。还有像 Lex Fridman， 他的播客最近非常火，仅上个月的时候就有接近2400万次的观看次数，表现得非常出色。还有 Joe Rogan， 他的播客片段频道每个月的播放量大约在7000万次左右。如果你在谷歌上面搜一下 Joe Rogan， 他的播客每个月的下载次数大约在1.9亿次左右。为了说明一下 Joe Rogan 他的播客价值，超级碗 Super Bowl 的观众大约是在1.13亿左右，而 Joe Rogan 他的播客每个月的下载量就是这个数字的2倍。你知道超级碗的广告需要多少钱吗？每个广告都要超过600万美金，计算下80到100个广告，那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。超级碗的广告就接近了10亿美金，所以如果我们把 Joe Rogan 他的播客和超级碗相比起来，他的播客就值上亿美金。这也是为什么 Spotify 愿意和他签订价值数亿美元的合约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。广告商其实是喜欢长内容形式的，因为当人们听了几分钟这个人说的话之后，就会开始建立信任感。这是为什么短视频不行的原因，因为在短时间里面是很难让人去建立起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的，并且去了解一下这个人他的使命，去了解一下这个人能够提供的价值。长内容形式就是能够让你和观众之间去建立起一个信任，去搭建起一个桥梁，从不信任到信任。如果试图在几十秒里面就做到这一点，那么你肯定会觉得很疑惑，因为在那个情境底下，你只想获得你想要得到的东西。你看到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非常大的创造者，那么对于一般的创造者，甚至是刚起步的创造者，播客的推出有什么意义呢？ YouTube 的播客和其他平台的播客非常不一样，在 YouTube 上面的播客是以播放列表的形式来呈现的，各级的播客就是播放列表里面的影片。同时播客创造者现在有享受非常多的福利，你的播客可以收录到 YouTube Music 里面，这样观众就能够听你的播客了。观赏页面还有播放清单里面会呈现出播客的徽章，播客可以登录到 youtube.com/podcasts 的精选内容，去吸引到新的观众。但是这个功能现在暂时只能够提供给美国的创作者使用。Podcast 的节目会出现在官方的搜索资讯卡里面。系统会在 YouTube 的搜索页面中透过官方的资讯卡去宣传内容，让观众更轻松的进行搜索。这类资讯卡会显示热门频道的官方影片，像是当红的 YouTube 创造者、名人、音乐艺人以及球队、影视、音乐和特殊活动的相关内容。这类资讯卡是由系统自动产生的，没有办法供使用者去自定内容。观众还可以从观赏页面里面轻松找到你的节目，系统会推荐给兴趣相近的新的观众。播客有更强大的搜索功能，去帮助观众找到你的播客。如果你看到了这最新的信息，你有打算制作播客内容，我会告诉你3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告诉你为什么现在进入播客领域是非常好的时机。不过在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，记得给这部影片点个赞。
感谢你对我的支持。首先 YouTube 已经提到了，他们会推出一个专门为播客设计的推荐系统，并且你的播客也是能够在现有的算法里面被推荐给新的观众观看的。YouTube 对待你的播客和普通的影片是一样的，它会把你的播客去展示给一些新的观众，去看一下这些观众反馈。如果这些观众他们反馈都很好，你的播客就不断推荐给更多新的观众观看，这是非常强大的，在其他播客平台里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。现在 YouTube 宣布了针对播客提供推荐功能，那么就意味着在 YouTube 上面对播客感兴趣的观众，或者说平时观看影片的观众，都会成为你播客的推荐受众，这是非常让人兴奋的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对于播客制作者来说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变革，让播客能够与搜索引擎优化相关。YouTube 是全球仅次于谷歌的第二大搜索引擎，你也可能会注意到，在谷歌搜索结果里面通常会出现 YouTube 的影片。YouTube 现在也提到，观众能够利用这个系统去更好的发现你的播客，这是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的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使用一些工具，像是 TubeBuddy、vidIQ 去做一些关键词调研。你可以去看一下哪些关键词它有高的搜索量，你就可以围绕这个关键词去制作播客内容，这样的播客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前列，被很多观众搜索到。这其实和你制作影片非常相似，你就是找到一些高搜索量的关键词，然后围绕它制作影片，这样就可以让影片不断的被更多新的观众发现，然后观看这部影片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在 YouTube 上面发布播客，你可以同时使用 YouTube 平台上面的所有其他功能。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个困惑，你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影片的播客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呢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只录制你的音频，但是在你上传到 YouTube 上面的时候，必须是影片的格式，就提供给你一些解决方法。你可以把你的音频去导入到你的剪辑软体里面，然后在里面去加入一些图片、影片或者是背景音乐等等，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音频内容去转化成一个视频内容了。同时你的播客可以转化成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内容形式，比如说在你整个播客内容里面，你发现某一段里面是特别针对一个主题的，这段内容有提供非常多的价值、非常多的资讯，就可以单独把这一段拿出来，经过一些剪辑之后，就能够成为一部完整的 YouTube 影片，或者说你可以从一个完整的播客里面去截取出非常多的 YouTube Shorts， 这样你可以吸引到一些感兴趣短片的观众。通过这样的方法，你就可以从一个播客内容里面去高效产出不同形式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会展示给你如何找到播客这个功能，并且创建你的播客列表。我们需要进入到 YouTube 的工作室里面，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首页上面，然后点击右上角头像，然后点击这个 YouTube 工作室，然后你需要选择内容选项，这里有个 Podcast， 像你可以看到我还没有创建我的 Podcast， 所以我可以选择这个建立，或者是说我可以将已有的播放列表去设为 Podcast， 待会我也展示给大家如何操作。我选这个建立 Podcast， 然后这里面会提供给我两个选项，建立新的 Podcast， 或者是将现有的播放清单设为 Podcast。我选的第一个选项，建立新的 Podcast， 这里面就需要给新的 Podcast 去建立一个标题，然后添加一下这播客的说明。这播客的说明里面，你可以添加一些关键词，去更好的做出一些搜索引擎优化。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下浏览权限，和影片一样，你可以设置成公开、私人或者是不公开。然后它还需要让你上传一个播客的缩图，这个缩图是正方形的，它建议的比例是1280像素乘以1280像素，然后不小于10MB。文件的格式可以是 JPG、PNG 或者是 GIF 格式。在所有的信息都输入完之后，就可以选建立了。先我创立一个新的播客，这里面我可以新增影片到我这播客列表里面，我可以上传新的影片或者是加入现有的影片，这里面我选择加入现有的影片。这里面就到我影片列表里面，我可以选择影片，比如说我选择这3部影片，然后选择这个加入播放清单，这边就可以找到我新创建的播客列表，它要标注 Podcast， 然后勾选这个选项，然后选择储存。这个时候我再回到 Podcast， 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创建的 Podcast 里面就有3个影片了，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这里面就有3个影片了，这里面我可以更改一下详细资讯，我也可以查看一下这个播客列表里面它这些数据，所有的数据都是有的，然后也有一些内容上面的数据、观众上面的数据。如果你有开通收益，也会展示给你收益的情况。当我选择播放清单这个选项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播客也是存在在这播放清单列表里面的，也可以看到我其他创建好的播放清单。我也可以把这些播放清单转化成播客，比如说可以把这播放列表去转化成播客，我可以选择这个3个点标志，在这里面有个选项是设为 Podcast，
然后一样你要设置一下这个标题、说明、公开范围，还有上传它的缩图，就能够变成播客了。你有打算制作播客内容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是新手想要开始做 YouTube 频道，你可以看这期影片，里面告诉你从零开始做 YouTube 频道最快的方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追踪 IG 能够和我有更多互动。那么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